孩儿明明是山里最穷的贫困户，却把2000块钱1斤的玉田腌制米拿来喂鸡，自己吃的却是1万1斤的景阳富硒米。就连土豆都是世间罕见的拉邦诺特土豆，上万元的波士顿龙虾更是当小龙虾炫，而他吃饭用的碗都是价值500万的青花云龙碗。不仅如此，专家更是惊讶地发现，他们家烧火用的棍子竟然是绝世神兵蜈蚣。直到这时，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全村最穷的人家绝非等闲之辈。原来这个全村最穷孩子的父母却是当地的首富，可他坚信穷养儿子必成才，所以隐藏身份在山沟里生活。而小伙也觉得父母就是捡破烂的，所以既节俭又懂事。直到这天，变形记节目组来村里录制节目，因为他家最穷被选上了。此时两人正偷偷的国外旅游，让儿子一个人在家迎接节目组，正好可以历练他一下。可是母亲却担心家里那些稀世珍宝如果被眼尖的人发现，那他们的身份可就暴露了。首富却觉得儿子不小了，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真相告诉他。此时不知情的男孩还在劈柴，村长就带着一大帮人来到了家里，其中还包括乖巧懂事的富家千金和一位嚣张跋扈的少爷。男孩好心帮他们拿行李，却被富二代拦住，生怕自己几万块的皮箱被弄脏。富家女倒是十分接地气，和男孩有说有笑。刚走进大门，节目组就架起了摄像机，开启了全球直播。观众们看到这是变形记有史以来最寒酸的家庭，全都提起了兴趣。懂事的男孩端出来切好的哈密瓜，让两位富二代姐姐嗑。我告诉你，我妈说了，农村人的东西啊，都是交大粪长大的，不干净，不能吃。可我听说农村产品都是纯天然绿色的有机食品，你真不吃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李小波就是渴死在这里，死外边也不可能吃他们家一口东西。不好，真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时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不对劲，这可是8万块一个的西张蜜瓜。导演看到评论也喊了出来，直播间有人说这是西张蜜瓜，一个8万块呢。富家千金突然想起来自己曾经在高档宴会吃过西张蜜瓜，确实和这个味道如出一辙。可是富家少爷却讽刺他头发长见识短，就他们家这个条件，能吃得起8万一个的西张蜜瓜。张琴，你有点逻辑行不行？看就是无脑无脑。我懒得理你。我饿了，做饭去。你们农村的米啊，太糙了。来，吃我这个。我操，这米我认识，玉田腌制米，2000块钱1斤。我妈担心我在外面吃不好啊，特意让我带着一袋米。你啊，就跟着我后面享清福吧。这米可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。这米我家也有，手脚不干净，嘴也不干净吗？这么喜欢装逼？你们家2块钱1斤的米都吃不起了，还吃2000块钱1斤的？陈诺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这可是玉田腌制米，你家是这个？我家不吃这种米，这种米是喂鸡的。你说什么？说我这种米真是喂鸡的。行，还喂鸡的，在哪呢？我看看。金属盆里是。这米也是红色的，跟你带回来是一样的。哪跟我的一样啊？都发霉变臭了都。你们平时吃这种米不拉肚子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们平时不吃这种红米。你们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平时吃什么米。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米，这是我爸自己种的，种植成本低，所以我们家都吃这种米。你们山里面人啊，果然不一样。这米一看就很糙，我估计啊，2块钱1斤都没有。我还真以为你们拿2000块钱的米去喂鸡呢，傻不知道。这米虽然跟普通的米颜色不一样，但是它也没发霉啊。文诺养出的米是景阳富硒米，1万块1斤。农科院说这米1万1斤，怎么可能1万1斤呢？你别听网上那些网友瞎掰，他们就是乱带节奏。家里也没几个菜了，我去给你炒个土豆片吧。行，我帮你，切好了。这竟然是拉邦诺特土豆。